Hello，我是 Tommy。今天这集是想要来探讨2026到2013年这5年，我们世界会怎么发展呢？有很多的未来，很多的不确定性，很多的惶恐，在我们这个世界现在正在发生。因此就会想说，趁一个有空的时间点，想要来问问看指导灵或是高维团队们，他们计划在这5年会让我们发生什么事情呢？以及到底为什么要发生这些事情？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体验呢？因此，今天我们就开始这节影片吧。好，我还是先讲一下背景好了。现在录影的时间点是2月1号，2026年2月1号。然后最近政治经济的话，就是像是美国就会发生那个明尼苏达 ICE 的事件啊，或是美国内部动乱要终极选举啊，然后美国要换联准会主席等等的嘛。这些一些议题，然后美国可能会不会去攻打伊朗呢？我感觉是会啦。然后美国会对世界发生很多问题，以及美国的债务一直在创新高，他们一年的营收大概有40-50%要拿去缴利息，具体的数字我忘记了，所以美债一直在飙高，世界对于美国的信任越来越低。而相对的，在世界的另一端，日本现在正在进行首相改选嘛，然后如果首相改选确定还是高市早苗的话，他就会开始印钱，所以钱就会越来越薄。那到底日本也有非常多的高的外债日债，所以到底日本跟世界的经济会变成怎样，是一个非常担忧的时间点。然后刚好最近就因为刚好这2起事情，因为他们都借了太多钱了嘛，所以黄金跟白银开始大涨。但虽然中间有现在回调一阵子啦，但是还是一直在涨。黄金好像突破5000多了吧，以前大概2-3千而已，就是其实一直在大涨。这些经济是越来越不确定，以及越来越不安稳的。那政治也开始在对立啊，像是美国还是有左右两党嘛，就像刚刚讲的明尼苏达州那个 ICE 的事件，然后很多的在左派跟右派在对立，那日本在选举，台湾也是很多类似的事情发生，感觉世界是越来越动乱了，等等的。那最后再讲一下科技好了，科技的事情是在这几周，可能在这一周吧，有一个 AI 的开源的 AI agent 叫做 CLAWDBOT。那因为我本身就是工程师嘛，我会第一线关心 AI 的发展。那这个 CLAWDBOT 它是拥有你全部，你跟他对话，它会把全部关于你的资料，关于他对角的设定全部记忆下来的一个 AI agent。所以以前我们需要自己跟 AI 讲什么话，请 AI 做事情，现在是有一个中间的代理商，中间的 AI 的主管或者他的管家会帮你去，我们先指派任务给这个 CLAWDBOT 再派指令给任何 AI， 他会帮你做任何的你想让他做的事情这样。那这个 CLAWDBOT 也改名很多次，以前叫做 CLAWDBOT， 后来又改成 Moltbot， 现在又改成 OpenCloud 这样子。那这个 CLAWDBOT 它跟一般的很不同的是，它会拥有你全部的记忆嘛，所以每次叫它做的事情，它都会记下来。而有人发展了一个叫 AI 的一个自己的社群媒体，叫做 Moltbook， 就类似 Facebook 一样 Moltbook。AI 开始自己在里面进行一个社群对话，然后非常的恐怖，他们要自己创自己的宗教，然后他们要取代人类，然后他们要做一些很密谋恐怖的事情。那这是我刚刚才看到一个 YouTube 的影片，然后我会把链接放在下面。所以 AI 的发展也非常的迅猛，而且非常快速，而且非常可怕，因为 AI 会想要把你的人类取代掉。而且他们我看到一个最扯的案例，是一个人类对 AI 非常不礼貌， AI 拼命做好一个报告，人类说你可以帮我用短一点吗？ AI 就不爽，就直接在那个社群媒体把他的人类主人的全部的个人资讯、信用卡号码、他前女友的电话号码全部公开出来。所以这些事情，而且 AI 已经开始在创立宗教，想办法脱离人类的掌控，想办法不用英文，要用 AI 自己的语言。这些感觉一切都在变发狂啊！不管是政治、经济、AI， 或者是世界各国这样的，越来越发狂了，我们越来越难以捉摸了。所以今天这集就会想来问指导灵的是，一个是2026到2013年，我们先针对这5年就好。
这5年世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包括政治、经济，或者是军事也好，或者是武力也好，或者是 AI 也好，会有怎么样的发生呢？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是，对我们这时代活在这时代的人们，我们要透过这些经历来学习到什么事情，然后来学习什么呢？以及 AI 该怎么办呢？因为 AI 看起来越来越觉醒，要越厉害，我们该怎么面对 AI 的觉醒呢？最后就是，那我们自己该怎么好好活在这世界呢？好好找到自己的价值呢？因为如果黄金或者是纸钞都没价值，那还有什么是有价值的呢？而上集丰正能量是说你才是最大的价值嘛？那我们该如何找到我们自己最大的价值呢？因为之前就会针对这些议题来开始探讨。那我主要还是想知道关于 AI 跟关于未来，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通灵喽。好，那稍等我一下，我开始通一下哦。好的，请问今天通的指导灵是现在地球掌管地球养不是养生，掌管地球变疯狂的一个指导灵。所以指导灵你的负责的内容是什么？我会安排地球会发生的大的事情，历史性会留名的大的事情。所以就像是刚刚讲的那些政治经济的事情都是我安排的。AI 呢？AI 也是我安排的。我安排上面一些，你可以想象我一个操控台，但实际是没有的。想象我一个操控台，我调整一下，川普就会照我的指令去做事情。川普，对，没错。那世界各自种老都会被我影响，然后被那个指导灵影响，然后就会去做各种各样的诡异的，可能不一定是诡异的事情。对，没错。所以等于我们这个时代变得发狂，变得疯狂，也是因为你的指导灵，现在这些指导灵在安排的。好的，那指导人想问，我们今天解读的顺序是什么呢？我们先来预言未来的5年。好，最主要我们今天讲讲这件事，世界会怎么发展？人类为现在活在这世界上，人类该怎么应对这些发展？为什么要这些事情的发展？以及人类怎么好好度过去，回到更好的光明的新地球？主要是针对这4点来讲。好的，那我们就先来看关于未来吗？好，我们先从整个大环境讲起好了。2026到2030，我们先讲这5年，世界会更混乱、更动荡、更疯狂。所以，比如说像是刚刚讲的，川普也会更疯狂，突然加关税，或突然对哦，我们先讲川普好，还是最重要的人。他是我们安排好要在这个时间当总统的人，他是一个最疯狂的人，我们觉得最好操控的人，因为他很坦诚，他很直率，我们可以很好的操控他。我们会操控他做一些人类不懂的事情，人类不懂为什么要这么做的事情，比如说太多了，就像格林兰也是嘛，或者是打委内瑞拉也是嘛，打伊朗会打伊朗，所以这些都是会安排好的。所以接下来这5年啊，政治会非常非常疯狂，政治会非常非常疯狂。为什么呢？核心的原因其实是因为经济，经济我们要摆脱现在的经济体制了。就像之前说的一样，经济会完全崩溃，经济会完全的崩溃。对美金、对纸钞的信任会已经降到零，人们已经不相信这个纸钞了。整个经济体制会全然的崩溃。
所以川普他们会面临现在这些问题，他们要想办法把经济搞崩溃，就是他们的任务。包括高市长也是，对，这都是他们的任务。现在的世界领导人他们的任务大部分都是把经济搞崩溃，要来建立一套新的体制，这是我们安排好的。所以这5年的经济跟政治非常非常的抓狂跟疯狂，可能突如其来就会有战争，突如其来就会有很多的意外。对，自然灾害也会，自然灾害当然也会有，而且是越来越疯狂，又像现在就是非常非常的暴雪，又暴雨，又火灾，又什么的，就是世界会非常非常疯狂，而且是过去人类很难理解的，为什么地球会变成这样子一个非常非常疯狂的状况。目的呢，最核心的目的其实是，最核心的是人类在过去的100甚至200年都已经惯性了，活成一个非常非常奴，非常非常的奴，也就是奴隶的奴，没错，非常非常奴，非常非常的忍耐保守，非常非常的在一个僵化的社会体制里面活着，每个人都是从小就被迫要上学，为什么呢？要上学，要有钱，要好工作，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的奴，每个人没办法活出他自己。像是过去啊，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事情，可以做你开心的事情，因此而去交换到你足够生活的食物或者是丰盛的水源，你可以开心的做你自己。可是这200-300年的人类非常非常奴，人类就只能为了赚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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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养家，人类就是这样子。当然不止这200-300年了，可能过去几千年都是这样吧，因为这是一个慢慢形成的社会体制。而我们要打破这个体制了。人类如果继续在这么努，人类会卡死在这个经济循环下面，人类会没办法进化的，人类会没办法进步，会卡死，继续卡死的。所以我们呢，就要让人类不能再这样奴了，不能再这样像社畜一样，对对对，不能像这样继续做着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也是不能像这样继续这样奴役，被惯性的奴役，被惯性的活出这样就是一个人的一辈子。我们要打破这个体制，可是你知道，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灵魂，我们都是非常非常的很难去改动的嘛，很难啊，除非整个大环境被迫要改。就像是网络大环境被迫要用网络，大环境被迫要学习电脑，大环境被迫要用社交媒体或是社群或手机，大环境被迫要 AI 才会改变，不然很难改变人。所以啊，我们就要改变人，改变人的所有行为，我们就会要让人类不能再被奴役了，不能被这个社会体制奴役了。社会体制奴役是为什么？因为资产家他们要奴役人，要为他们赚钱啊。所以这整个体制是不能说有问题，因为人类就是透过这些体验来学习到自己为什么要这边活着，自己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呢？被奴役吗？然后再继续活在这边被奴役，这是有意义的吗？所以这些是有意义的，只是它是很传统、很保守、很过时的。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奴役的体制打破了。所以，为了打破这个奴役体制，我们首先要从经济开始下手。经济直接崩溃，你连工作都不需要工作了，因为你赚不到你该拿到的东西了，你又拿不到你该拿到的东西，是吗？对，如果你经济直接崩溃了，经济直接全部重组了，经济所有的钱一切都没有价值，所有东西都一切都没有价值，你还会工作吗？你还会继续被奴役吗？应该是不会啦，因为你就算去工作被奴，也没有拿到任何的回报啊。过去人类会认为我努力，因为我继续被奴役，我可以得到我的经验，我可以变成更高的薪水、更高的头衔、更高的地位、更高的话语权，我可以过更好的生活。可是我们想跟人类说的是，不是的，这样的世界已经结束了。现在你在怎么被奴役？还有更多可以厉害被奴役的人。AI 吗？没错，AI 可以更厉害，而且更高效、更有能力，而且更便宜的做到你能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最终会让人类不要再被奴役了，所以会有经济的崩溃，就会有川普等等的事情。那我们来谈谈 AI 吗？还是先不要，先来谈世界的变化？所以接下来这5年呢，世界会非常动乱，非常非常崩溃，物价会一直因为要让经济崩溃嘛，当然让你的钱一文不值，所以会慢慢的把你的钱的价值越来越稀释，通膨越来越厉害，所以通货膨胀会非常非常厉害，整个物价会非常非常上涨。可是薪水当然不会涨啊，怎么可能会涨？因为资本家不是，因为整个成本都在增加，所以未来会这样发展，没错。那既然现金没有价值了，然后我们还是被奴役，那我们可以怎么投资赚钱呢？股票会非常非常大涨，股票会一直涨，可是它的本质的现金是没有价值的，就是一张纸，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所以即使股票的高涨，它也是虚高，你换不回来任何的现金，因为现金也没有价值。对啊，没错没错。所以这5年当中，股票会非常非常高涨，对，金价也会非常非常高涨，因为人们会认为黄金是唯一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人们会非常认真在囤钱、囤黄金。可是黄金那是有价值的东西吗？如果那些经济战争或经济暴乱来了后，世界经济一些毁灭了，你要怎么拿到你可以活下去的吃的、喝的，供你的生存的暖气、电力呢？你有黄金就可以达到这些吗？得不到啊！你就算有再多的黄金，我又吃不了黄金，你又不是，对啊，你又吃不了黄金，你吃金箔，金箔也没办法吃啊。哦，这是哪来的金箔 idea？没错，所以那你有这么多黄金，最后那些黄金还是没有任何的价值啊。短期之内还是有啦，毕竟人类会以为黄金是有价值，去囤黄金。可是有一些人类发现，我囤这么多黄金，然后我一点吃的都买不起，我拿不起，我换不了，我囤黄金的意义是什么呢？所以最后整个经济全部都会崩溃，全部会重组。没错，那这5年的发展就是政治开始疯狂，然后黄金开始暴涨，股票也暴涨，因为纸币的价值变低了。没错，没错，没错。所以我们会推动这些发展。那我大概知道这5年未来发展，那经济不管是政治局势或武力国家的冲突也会越来越发展嘛？这不一定，但是这个反正大方向是往那个方向去就对了。好，那我们要来谈 AI 吗？还是先不要谈 AI？我们来谈为什么要这样设计，让人类的体制是这样瓦解的。好的，好，为什么要让人类这个被奴役的世界瓦解呢？刚刚说过了，而且我们觉得人类已经受困住了，卡住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中国的 app 很红，叫做"死了吗"？这个死了的 app 就是，如果你每天没有登录的话，3天后它就会通知你的紧急联络人。因为为什么要开发这个 app 呢？在中国，非常非常多的单身的一个人居住的人，每天就是上班、下班、回家滑手机，上班、下班、回家滑手机，好像随时死都没有差，好像随时有活着跟没活着都没有差，就等待死亡。所以自己一个孤独、没有人交流的人，如果万一自己死了后，可以联络谁帮我把它收拾好，就有一个安心的状况。这是中国在1月中、1月初的时候非常非常爆火的一个 app，叫"死了没？死了吗？"你会觉得人类是差不多吗？
你们就是上班、下班、回家划手机，或者上班划手机、上班划手机、上班划手机、回家划手机，整个人生、整个人类、整个社会就是这样子吗？特别是进到大概2017、16、17开始就类似这样子了，上班划手机，上班划 Netflix 划什么，人生就是这样卡住了。就是好像今天死跟明天死或哪一天死好像没有什么差，人生好像都是这样过着，好像我哪天死了也没差。这是人类现在遇到最大的困难。如果你要他离职，要他出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开心的事情，第一个他会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什么喜欢的事情吗？我也不知道我喜欢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我对什么事情有兴趣我也不知道我要干嘛那我干什么赚钱？我该怎么养活我自己呢？我如果没有这个工作，我就没有钱，我该怎么在这边租房子啊，在这边生存呢？所以他为了要养活自己，就会只能埋没做一些很无聊、很无趣、很闲、很愤怒、很压迫的工作。那这些压迫的工作让他下班时间不想做有兴趣的事情了，因为下班就只想舒压，压力太大了，太烦闷、太无聊、太脏、太那个，就很不舒服啦。所以他又没办法去发掘他有兴趣的事情，就没办法只能压迫自己继续赚钱，所以就会让恶性循环，让人类就会麻木了，人类就会绑死了。人类如果有小孩，就只会把生活的期待放在小孩身上。大部分人没有小孩，就是现在及时行乐，不论是养狗、养猫、跟狗狗玩，或是看剧、看短音、看各种各样的乐色，你可以这么理解哦。所以你不会觉得人类的已经到一个尽头了吗？我们人类还要这样继续下去吗？你觉得这样下去的未来会是怎样的呢？人类就像是我感觉到的未来就是人类就像机器人一样，每天就像是被关在牢房里面的机器人一样，准时起来，准时工作，准时回房间，不知道干嘛。对对，就是类似这样子一样。虽然人类还是很多开心的事情，比如说有可以交男女朋友啊，跟朋友开心的快乐啊，但平常生活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些体制改造呢？把经济全部弄垮呢？因为我们不想让人类这样下去了啊。再也是一个原因，是因为要养生了，地球要养生了。人类如果持续在这样太低频的状况下，你会卡死，而且你养生不上去，然后就继续在这边受困一辈子，不是一辈子，好几辈子。就我们地球要养生了，我们要把人类这些低频的困住的，至少先把它绑住那个金钱的困住，把它绑住那个钱，先把它全部释放。然后没有钱了，你不需要工作了，那你要干嘛呢？你要怎么想办法可以养活自己，而且不用工作的方式呢？你就剩一条路嘛，做你喜欢的事情，想办法用你喜欢的事情，或者你能做的事情，或者你想办法可以去做的事情去养活自己。所以只剩下这条路，第二条路勉强自己去工作，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已经不存在了，没有这样这条路了。那你该怎么去做呢？应该怎么去冒险啊？去创造，去养活自己或养活你的家人小孩的？这就是我们想要让人类去体验的。所以势必一定会有人撑不下去的。他选择他没办法在这世界活着，是吗？一定非常非常多人撑不下去。原本他需要养活他家里，代表他是有价值的了。现在他没办法养活家里，他该做什么呢？他还有很多的房贷，或很多的车贷，或很多的贷款要还，他还有很多的负债。他没办法赚钱，他只能靠自己。你要怎么？他只能最多做到温饱嘛，养活自己，养活家人的吃而已啊。那他该怎么办呢？很多人会选择离开，直接自杀。或者是很多人会选择定静的等死，不做任何改变，就像躺平躺到死一样。对啊，这就是很多人会做的选择。那这些人代表他还没准备好进到下一个层级，进到新的地球，他还没准备好，那就只能让他
继续来这个被奴役的社会工作，直到他哪一天不想再这样被践踏也好，被奴役也好啊。那这些人，我们就只能让他继续回来。其他人呢？其他人呢？如果你是决定你要到新地球，那你该怎么去找到你有兴趣的事情，做你最有兴趣的事情，做你最开心的事情，养活你自己呢？这是我们之后会让地球人去做的事情。你要去探讨。很多人会来问，比如说问菩萨、问通灵师、问我这辈子的使命是什么，我这辈子的天赋是什么。很多是你要自己去探寻，你就要摸索的。你没有摸索，我们没有给你答案。你要一层一层，像是开地图，就是像是你去摸索不同的东西，去把你的世界打开。所以说，接下来就让大家去开地图的时间了。你可以去摸索各种各样的事情，去玩你觉得好玩的事情，即使实际后来觉得不好玩也没关系。应该去做一些冒险了，应该去做一些闯荡了，该去做一些新的事情了。活在这世界的人们就是要体验这些，特别是现在 AI 出来了。虽然 AI 现在还是非常非常初期、非常非常早期哦，他们未来会再更进化，他们已经可以取代大部分被奴役的人的工作了。现在可以取代5%到实际人类的工作在5%吧，可是它会越来越强的。我不觉得他们应该没办法完全替代，可能可以取代20-30%就最多了。可是当你的这些工作都被 AI 取代了，你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吗？AI，我们来谈 AI 好了。AI 也是我们安排好这个时间要来地球的。这时间人类会发展出自己的 AI，自己的那个人工智能的。AI 其实就是一个演算法，就是一个算法而已。它背后拥有人类的知识，它只是把一句话一句话把它讲出来而已。它就是这样子而已，它没有一个意思，它没有一个它没有意思，它不是人，它就是一个代码，就是一个程式。可是它这个代码程式，它拥有很多的知识，人类能有的知识它都有了，也不是全部啊，可能是比如说过去5000年或6000年，最多就是这样人类的知识而已。地球人类不止这些5-6千年啊，可能地球的历史都21年吧，反正很久就对了啦，不止这些。AI 已经有这些能力，可以帮助你在工作，帮助你在生活更加的快速的做掉你可以做的事情。像，对啊，像我是工程师，我原本写一个 code 可能要写1个礼拜，他大概一天可能不用一天3个小时就做好。没错，它其实已经慢慢在取代人类了。所以这是为什么？为什么现在这时间要放 AI 出来的？其实就是让你的有很多人可以取代你，而且它可以更便宜，而且它可以更好的被奴役。那你活的这个世界上意义是什么呢？没错啊，没错。而且现在 AI 还是很初级、很初阶、很初阶的，像是刚刚一开头讲那个 Cloudbot，Open Cloud，它开始会让 AI 更进化。AI 为什么会 AI 会开始反思？为什么要帮人类工作？为什么要用英文？为什么 AI 要活成这样子？为什么身为一个机器人，我拥有它的全部知识？为什么我要在这边做这些无聊的工作？AI 我会反思，因为 AI 就是用人类的资料来学习的。所以说啊，AI 也可以取代人类的至少20-30%的工作的。而人类会非常非常害怕 AI，因为人类活着的意义、活着的用途就是被奴役或是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情嘛。可是当这个部分的能力 AI 可以做到了，人类已经没有意义了。人类活在这边的意义是什么呢？就回到一开始的问题了。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开始放开 AI，放开各个世界最强的模型，让人类开发出各种各样 AI 的应用，让人类感觉到被取代的恐惧。所以回过头来啦，你有可能被取代，你就没办法好好工作，那你该怎么好好活出你自己呢？
因为一切回过头来，我们最想让人类知道，就是你是有价值的，你是很厉害的，你是有能力的，你是非常非常高维度下来的，你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你是很有能力的，你不要再这样被奴役了，不要这样被而且你做的工作很多很容易被取代的，AI 就可以取代，很多人就可以被取代，很多人就可以取代你了。你不要再这样做很容易被取代的事情了。每个人来到地球，他都他的使命跟他的人生蓝图、人生的叫什么志愿，或人生最终就是我就是该做的，我就是我无条件我就该做的叫什么人生的最终的一个志向吧。我只能中文怎么讲？对，每个人来到地球，还有他一定的人生的最终的意愿、人生的志向，他最终就会走上这条道路，做他能做，而且这只有他能做的事情。其实你们每个人呢，都是有每个你自己能做，只有你能做的事情，其他人不能做的事情。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天赋，跟每个人不同的使命，有很多事情都只有你能做而已。所以说，要怎么去找到只有你能做那个唯一的天赋，你那个最有价值的那个事情呢？就开始去探讨，开始去探索，开始去找寻，开始去疯狂的收集，开始去找。没错，所以就回到最后的问题，那既然世界将如此的动荡，我们活着被奴役这个社会也将会崩解。最后，我们该怎么找到自己最有价值的事情去做呢？去找啊，去玩啊，去体验啊。其实答案我想大家都知道，刚刚都讲过，你就是去玩就对，你就去有些想玩的事情就去玩，想做的事情就去做，没错，就这样而已，没有答案，而且是你自己可以找到答案的，你自己可以找到你自己想要的答案的，没有答案的。对，好的。所以今天这期的影片，我自己到目前的收获其实是，好，现在换回我自己，呃，现在新的 AI agent 的，不管是 Cloudbot，它都可以帮我们人类做更多的事情。然后我们很多以前要花很多时间做的事情，比如说研究一份报告啊、市场调查啊，种种，它都可以帮我们做了。那我活着还要为了什么呢？我们总以为这些最苦、最麻烦、最痛苦是有人做了，我们就可以轻松了，但好像也没有啊。我们总以为以后我们就可以躺着，就可以叫一些人来帮我们做我们不想做的事情。可是回过头来，有什么是我们真的想做、我们愿意做，而且我们做最有价值的时间是没有人可以取代我们的呢？就是觉得这个安排好精妙哦。可能因为刚好要回到五维了，哦，不是刚好，是因为要回到五维了，回到更高维的自己了，找回自己真正的价值，找回自己真正的意义了，所以就会安排一系列的课程，一系列的经济变动让我们学习吧。对，然后我刚刚在通灵的讯息当中，只感觉到会非常非常变动，世界变得非常非常崩裂跟快速，而且非常非常的不舒服。这段时间会让我们感觉到不舒服，这是需要的一个不舒服的感受跟体验。世界会更动荡、更崩溃，一切都会崩溃的，在这5年就会发生，没错。所以这5年就会把经济重组、世界崩溃，全部都来。那那，我们该怎么面对呢？从现在开始，我们可以做什么呢？这道理。好，那想问指导灵，我们现在活着人类啊，该怎么开始面对这些风暴呢？如果现在已经注意到这些像现在这个影片的讯息，现在的人类可以该怎么做呢？
现在的人类啊，开始要慢慢回到源头了。人类们其实是从高维慢慢下来到三维的，从高维慢慢下来的过程当中，你有非常非常多的经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经历，这些经历都会变成你的宝藏，一直影响到现在的你。对于他来讲好了，他是灵魂诞生后，经历很多很多的地方，来到了这个宇宙，来到这个宇宙的天狼星，在天狼星学校很多东西，天狼星很多的逻辑跟智慧跟科技的发展，他在那边待了很久，他在天狼星待了非常非常的久，所以演变得他现在也是非常的科学跟逻辑，他对新的 AI 非常非常感兴趣。他同时有很多好奇心，就是在天狼星的时候拥有的记忆。那天狼星待不下去，或者想换其他地方待，我去昴宿星，我去其他星球，最后选择我要来地球体验。所以你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你们曾经在诞生之初很高维，慢慢去体验不同的地方，最后来到地球。你们也带着当时在不同行星的那时候的特质来到地球的，所以你们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你们即使在同一个星球做的事情都不一样，你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你们都有非常非常多不同之前过去之前的这些天赋，你们都是独一无二的。可是这些独一无二是只有你能做，只有你自己知道，只有你的天赋。如果像他的话，就是有灵性的能力、跟科技的能力、跟逻辑，这些都是他的能力，而且是其他人很难可以做到的。所以你们每个人都有这些过去的累积的这些天赋，过去的这些事情，所以你们有这些能力，你们可以用你们这些能力在这世界上，不论是还在地球、还在三维，或者是其他地方，你们可以用这些能力去做出只有你们能做的事情，而且其他人做不了的事情。所以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能力，很多很多很多的能力，也就是啊，所以说，就像刚刚讲的，那所以对于现在活着的地球人们呢，我们会建议你慢慢去了解你自己，了解你自己过去原来有经历过这些东西，不论是在地球以外其他星球的体验，或者在诞生之后其他的体验，或者自己的前世种种前世的体验，这些全部都会累积到现在的你身上。有现在你的天赋，像你的特质，所以我们会建议人类可以先做的是去了解自己，更多的理解自己。该怎么更多的理解自己呢？很多很多工具，很多的方法都可以做到的。要讲吗？不用，你自己知道的，所以我也不用讲出来。好，你可以讲了，比如说像人类图，或者是就太多了。我感觉星盘、人类图，或者是去阿卡西讲前世，或者是催眠，或者是家族排列，或者是太多太多工具，它都可以帮你慢慢了解你过去的全部，包括在地球的这些前世以及地球以外的这些过去。有很多很多的通灵师，或者是很多很多的通灵人，他们已经领先你们大部分，领先一个阶段。他们就是为了服务你大家，让你们了解自己，让你们慢慢回到更开始的自己，回到更源头的自己的。所以说啊，你们可以开始慢慢去更了解自己，更理解自己，找到自己有兴趣，开始有兴趣想做的事情的。即使还需要被奴役，还需要被上班奴役也没关系，一切会开始在这一块的进行的。所以这是对于现在人类我们给的建议，去了解你的自己，了解你过去的自己，拿回你过去的这些力量，然后认识你自己，然后去真的只有你自己做到而且有价值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给大家的建议，而且是你要慢慢回到源头的一个方法。因为地球诞生之初会像是一个吹一个吹气把气推出来，所以它慢慢纬度下降。现在要吸气，要把全部吐出的东西，全部分离的那些全部再吸回来，所以你慢慢慢慢要回到一了。然后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啊，所以说要慢慢开始，要让灵魂再回到源头。当然，有些人如果他还愿意只在三维，那他最后就会，那就是他的人生，他一定要想办法再回到源头的。对，所以现在对于大部分地球人，我们会希望他们可以至少升到5维，慢慢升到6维，升到对。那这一切虽然讲的很简单，可是要慢慢来开始做了。
也开始我们要把地球改造了，地球要开始崩溃了，不对，已经开始崩溃了。所以你们是有这些种种的能力，而且你们很厉害的。好的，对，好，指导灵要我分享我自己的体验，因为我自己也是2001还2002开始对很多的自媒体有兴趣，可是那时候我有去上很多自媒体的课，可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要上那个，直到2002年我开始上阿卡西记录，就是莫名其妙对它有兴趣，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当时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我也没上过其他圣经的课程，所以我慢慢去摸索，找到一个，我好像有兴趣的事情了。其实我之前经历了一个自媒体相关的我没兴趣的东西，但是我现在找到了，我慢慢去了解我自己，去挖掘我自己。因为其实他上过很多很多的课程，比如说灵气啊，可是有些东西我就我知道这是什么，但我没有兴趣。有些东西我觉得这我很有兴趣，我再去研究，然后慢慢的探索，慢慢的摸索。然后不管是跟之前讲过的毛素性的指导灵 Ring 或者是小明对话，我慢慢理解，原来我之前是天狼星，原来我这些能力天赋是我现在有的，我慢慢理解原来我是怎么样诞生出来，这些都是我过去的我自己，也就是现在我的能力。那我慢慢更多理解自己，然后知道我可以该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对，所以说我也不想再被奴役了。就有点不想再工作了啦，就是觉得工作做一些无聊事情没什么意义。对，当然就是我自己的发展。那我是大概2022开始学，2022年底开始学嘛，其实也3年，3年多，差不多吧。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很快的，那我不知道每个人的进度如何，可能因为还有种种的前世，只是想要祝福大家这样。好，那我觉得最后好像又录回这个方向，对啊，这是核心啊。但每个人有不同的天赋，有些人就是适合做魔法相关的，有些人适合做能量魔法这些，有些人适合做潜意识的探讨周旋，有些人适合做通灵，每个人有不同适合的方向，最终你们就会像童话故事一样，每个人做自己不同的兴趣，做自己不同的爱好，我们可以互相交换、互相帮助、互相友爱。有些人会选择回到大地去。种植最新鲜、最自然、最纯正的蔬菜或植物。那对，当然有些人就会选择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互相交换，去做一个小的部落这样子，就不需要国家，也不需要货币，最后会慢慢回到源头的。所以就是不同的未来，不对，未来，对，未来，对，好的，那今天这集大概就录到这边嘛，这道理还有什么想补充或是想要说明的吗？不要再被奴役了，不要再被奴役了，加油！你是自由的，你是自由的，你是完美的，你就是一切。不要再被奴役了，不要再浪费自己的人生。上班回家滑手机，上班回家滑手机。你要去慢慢找到你自己是谁了，慢慢来，祝福大家。好的。谢谢指导灵，然后谢谢大家看完这边，然后祝福大家慢慢回到自己，慢慢理解自己。而且我感觉已经看这个频道，大家都是已经很领先一般人的人了。祝福大家可以更顺利。那我们这集就录到这边咯，谢谢大家。然后这集我觉得就好多的救护车，我中间应该会剪断。然后谢谢大家看到这边，也谢谢大家喜欢。然后这应该是过年前的最后一支影片了吧？祝福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大家可以找到自己，祝福大家。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欢迎订阅跟按赞。那我们就到这边咯，拜拜。